苏苏，大家好，我是丫丫。今天想为大家介绍30款模拟市民超实用模组，无论是你可以去随意的控制 NPC， 或者是控制你人物的身材变化的速度，甚至呢还有更聪明的社交互动，更快的3倍游戏速度。而且我还帮大家准备了一系列大家都超级敲碗想要的防止食物腐败模组，防止鱼坏掉啊、蜡烛啊、插花、落叶等等的。而且不止这些呢，今天我还推荐几款可以让你的模拟世界更真实，让你的小人可以去银行申请贷款，去图书馆借书，甚至呢未来洗衣服都不用烦恼了，直接通电话就有专人帮你搞定。除此之外呢，还有各种生活上非常好用的模组。总之呢，看完今天这集绝对让你收获满满。因为呢，其实我策划这一集已经有1年多了吧，从去年开始我就不断的帮大家挖掘非常多好用的模组，一直不断的测试。那这些真的是我精挑细选，我自己本身也非常喜欢。顺便跟大家偷偷预告一下，影片最后我同样藏着一颗小彩蛋，记得不要错过哦。那就废话不多说，赶快让我们开始吧。首先一开始呢，我相信大家在玩模拟市民最大的困扰就是你会发现人物真的非常的容易长胖。就假设你不是很常让人物去健身房运动的话，他们稍微可能过个1-2个礼拜呢，他的那个整个身材就跟原本的差超多的。所以呢，其实有非常多的朋友他们都非常喜欢用 MC 去控制人物的身材。像你可以点人物这边有个市民标的，然后一个 MC 创建市民模块，它可以标定让人物的体型静止，或者是呢你也可以点电脑这边有个 MC 创建市民模块，可以去设定男女的肌肉跟胖瘦的最高限制值。但是呢，我自己是更推荐大家可以使用这一款，我真的是装了之后超级喜欢，我再也没有卸载过。这个叫做 Robert Key 的体型健身控制，我给大家示范一下齁。我们的这个伯爵呢，今天要来当大家的这个实验组，好不好？那左边橘色这个部分呢，就是我把它的长胖速度用这个模组去控制，让它变得非常非常的慢。那右边呢是本来 EA 的默认值，我们就给它1个礼拜，一直不断的吃，不断的吃，不断的吃，看看呢这2个伯爵会有什么变化。那在1个礼拜之后，你就会发现，哇，我们这个橘色房间的这个有装模组的这个伯爵，他有稍微变胖一点点，但是他肌肉量基本上是没有增加，因为他就是吃嘛，所以他有稍微的变胖。那这个右边这个应该不用看吧，这个绿色的这边的伯爵呢，哇，他整个就是已经胖到一个完全不可思议。你有看到他的肚子吗？他的肚子超大，这个好像怀孕。还有这个脖子，脖子还有1圈呢，你有发现吗？还凸出来，超夸张。总之呢，这个模组呢，基本上它是可以让你去控制人物的变胖的速度。你们如果要安装的话，可以先到模组作者这个网站上，然后你就点上面这个 download， 然后它这个画面就是看你要不要支持创作者，或是你也可以直接选 no thanks， 就直接帮你跳到下载的页面。那这几个档案呢，基本上上面的这个 fitness control 的这个 zip 档是一定要下载，它就是主模块，这个是必备。那下面3个的话呢，它指的是说可以让你的人物有 1.75 的更胖，或是3倍的更胖，或是5倍的更胖更壮，就是它可以去调整原本EA 默认的身材，让他们更胖或更壮，这样子就看你要不要这么的抓马戏剧化。那我自己是只有装上面这个 fitness control， 那我下面的部分我就给大家示范，假设你要让他们的身材比 EA 原本的默认更夸张的话，我给大家示范一下，我们再下载这个5倍的。接着你到游戏中，你可以点击人物这边有个体型控制，然后设置这边这个体型变化乘数呢，我自己也正在用的数值是 0.05， 可以给大家参考。那反正数字越低的话呢，它变胖的速度就越慢，甚至你也可以直接设0，就是他们的体型永远不会变。那我觉得这模组最好的地方是第2个，它这个有一个 NPC 的无体型变化，看你要不要启用。像你启用之后呢，你可能开餐厅或开餐车，然后很多 NPC 不是会来吃吗？你就不怕他们变胖，他们还是会维持原本的身材。我觉得这部分很棒，它可以帮你把
把主控小人跟 NPC 的身材去分开管理。那下面还有一些比较细部的设定，就看你要不要去调整。我自己是都没有调，我就只有调第一个，就是 0.05 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刚刚有装那个5倍的嘛，所以变胖的伯爵他就真的会比原本更胖，有没有？你会发现他肚子更大，就会更多肥肉。这个模组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身材管理模组，就推荐给大家。那接下来这个模组呢，也是同一个作者，这个叫做更有意义的故事。哇，这真的是一个老模组了，真的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我自己也是在使用了大概1年多之后，我觉得玩起来真的非常有感。我几乎是安装上去之后就没有卸载了，而且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去推荐这个模组的原因。我觉得它主要的功能就可以让你的人物的情绪更有深度，然后他们的情绪也会变得更稳定、更真实，就不会说人物之前可能一下开心、一下伤心、一下生气、一下挑逗什么，进去房间突然很快乐，出来又很伤心，就是你会觉得他们像精神分裂。尤其是他们如果一结婚，真的就很恐怖，因为有没有说超快乐，过没几天真的就直接从新婚快乐变成守寡了。虽然我觉得伯爵这样挺好的。所以呢，安装了这个模组之后呢，你点人物这边，你同样可以看到几个相关的情绪设置。我建议如果你是第一次装的话呢，其实这边你都不用调整，你就先保持默认就好。等你玩了一阵子之后，你可能发现你哪一些想要更客制化的调整，你再进去这边选项去调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模组其实基本上你安装后你就不用动什么设定，你就去感受就对了。你玩下来你会觉得哇，人物的情绪真的比之前稳定非常多，他们的情绪我觉得会比较有铺陈。而且作者还有一个叫做真正的幸福模块，它就可以让你的快乐变得更珍贵。所以我觉得这模组真的是需要你长时间慢慢的去感受。相信呢你们可能也会跟我一样的，安装之后真的就不会想要卸载它了。再下一款模组是卡尔的智能交友。哇，这一款真的是超级宝藏模组。你安装之后呢，你就会在人物的对话选单这边，你会看到一个叫做自主交友。点击之后呢，你的人物他们就会自主性的不断的找话题跟对方聊天，甚至呢，你还会发现呢，不止你的小人会主动的抛话题，连 NPC 呢，他们也会回应你啊，他们也会去找话题呀，那你就不用像以前一样，就是单方面一直按，不断的按到你手酸，一直为了跟大家交朋友，你要不断的按。我觉得这部分非常的适合就是懒人玩家，譬如我就直接按了一下，就可以让他们自己去交朋友。其实他们在互动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不一定他们的谈话都这么的顺利。像他跟这个小崔好像就聊得不是很好，我看一下为什么。原来是因为他觉得小崔没有很吸引人，所以他们两个没有很 match。那这部分很好玩，就是你不只是说就是你的所有社交都会成功，就是看他们个性，就是看他们会不会合不合拍啦。那下一个模组也是跟社交有关的，这个叫做 Zero 大大的更积极的社交互动。我跟你说，这个模组真的是装了之后你会觉得哇，真是改变超多的，我完全不想卸载它。我希望作者可以永远更新下去。 Zero 大大真的超神的，它这模组就是可以去避免像人物之前在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有非常多的闲置动画。所谓的闲置动画就是说你看他们好像真的有在讲话，但其实这些的对话都没有意义，他们好像聊很久，可是他们的关系基本上不会有任何进展。那这个 Zero 大大的这个模组就是可以去避免这样的情况。安装好之后呢，你会发现他们人物在聊天的时候有没有，他就马上主动去调情，因为他们两个现在是情侣，这是他女朋友有没有，他就会主动的去抛出话题。然后虽然还是有闲置动画，但你会发现比以前少非常的多，超级赞，大推。接下来这个模组也是一个社交非常方便的小工具，很好用，叫做请进请留步。它很好用的地方就是如果你有一些访客来你家，可是你有时候真的很忙，你没办法去迎接他们，但你又很希望他们自己进来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点这边有一个请进，你就不用去门口那边欢呼，他就会自己主动的进来了。
甚至我觉得这个很好用，就是如果你是住在公寓的话，因为我有时候住公寓可能都会看到很熟人在楼下，然后我就想要跟他聊天的话，譬如佩妮好了佩妮，我们就直接点这边有一个请进，然后点下去之后呢，它就会自动的跑到你家了有没有？它跑超快它就会直接的进你家门，就会非常的方便。那这个模组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就是当人物过一阵子他们不是会离开吗？你又想要让他留下来的话，它有一个叫做请留下来，他们又会再多待一会儿，就是你可以用这个去绑住绑住佩妮，有没有？可是这个模组它唯一不适用的是像是欢迎花车这部分的话，你还是要自己去应门，就是这种特殊事件。而且它还有一个很棒的功能是，譬如说我觉得他现在呢觉得一个人非常的孤单，他想要莉莉丝一直留下来陪他的话，好恐怖。你可以就是点人物这边，它有一个叫做邀请长期居住，然后他们就会不算是你的室友，但也不算是你的家人，但他们就是会长期的停留在这里，就会一直在你家直到你请对方离开。接下来说到控制 NPC 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想要这种可以直接去控制其他 NPC 的模组，那我推荐2个都是属于控制任何模拟市民的模组，他们其实功能有点类似，大部分都相同，但我也会跟大家讲这2款的差别。那这2个版本你们选一个安装就好。我先介绍一下第一款，假设我们要控制小崔的话，他这边点动作，这里有一个控制模拟市民，然后你就可以去控制他了。不止你可以控制一个家庭，你可以同时控制好几个家庭，譬如说鸡伯亮好了，你也可以去控制他。对，所以呢它不会限制你说你只能去控制一个家庭，甚至是摊贩，你控制这种像这种特殊角色，譬如说摊贩的话，它还是不会去因为你的控制而没有顾摊。你看假设我把它点掉，但呢他的身份就是还是摊位主嘛，他还是会去做他的工作，不会因为你控制他而去不做他的工作。那如果你要取消控制，就一样点一下动作这边有一个不控制模拟市民去取消就可以了。那这个版本1的模组呢，基本上它只有一个小功能有一点小问题，就是在按动作这边有个增加室友，它这个好像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试不出来，好像没有什么功用。但我觉得这个版本1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功能，叫做转变为家庭 NPC。 意思就是说呢，当你转变成家庭 NPC 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点这个你的原本的这个角色，你会看不到他的状态，等于说他会自己去生活，他会可能去做他自己的事情啊，就像一个 NPC 一样子，就是住在你家里，他会去看电视啊，去睡觉等等的，当然你可以不用去操控它。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版本1我觉得最喜欢的一个特色。第2个版本的控制模拟市民，我觉得它用起来跟版本1差不多，一样在动作这边你会看到一个叫做模拟市民控制中心，然后它有一个叫做加入可选择的模拟市民，它可以去拖拉物品，就是因为这是佩妮家嘛，所以他可以把他自己的物品拖拉到他的口袋里面。版本1不行，就只有版本2可以。但是这个很好的地方就是他只能拖拉到这个屋主，就是佩妮的口袋中，他不能拖拉到你自己的口袋中，我觉得这也蛮合理的。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版本2一个最好用的功能就是，譬如说你一次控制了好几个 NPC， 然后你想要清除的话呢，你就不用一个一个点取消了，它有一个叫做清除所有可选择的模拟市民，它就可以直接帮你全部清空了。我觉得这是版本2非常赞的功能之2。那我自己会建议你，如果没有真的很在意版本1的家庭成员变成 NPC 功能的话，我更推荐你直接装版本2就好了，因为我觉得它的功能更全面，而且重点是作者他非常常去维护这个模组，我觉得用下来会比较安心。下一个模组也是非常强大非常强效好好用的一个模组，叫做模拟市民疏通器。那这种疏通器的模组有非常多款，我觉得用下来呢，我目前推荐的这一款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强效，主要就是去避免的人物常常发呆啊，不知道自己可以干嘛，会觉得运作下来的人物不卡，然后他们会变得更加的积极着去找事情做。我建议这个模组是你真的觉得人物真的很卡在安装，那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呢，我是建议你不一定需要这种模组。那它这个模组你需要去加入这个论坛成为它的会员，然后加入之后呢，你在这篇文章你点最新版本的
解压缩之后呢，你会看到有好几个档案，那数字越小的话呢，他们的反应就会越快，他们就会越容易去赶紧做下一件事情。那我自己是建议呢，你可以用8或16这2个速度，我觉得用起来是比较有感觉的，可以先从16开始。如果你觉得人物还是很慢的话，你再改安装8这个版本。那我不推荐用4，因为4真的是太快，他们有时候会很容易一件事情没做完就马上去做下一件事情，你会觉得更困扰。它这个模组比较特别的是呢，不是直接丢到你的 Mods 资料夹，你必须要去用优先级的文件。来到我的 Patreon 的这个下载页面之后呢，这2个附件看你是要10个资料夹升或5个资料夹升的。我自己是用10个资料夹升的，就是可以让你的档案放得更深，更容易被读取到。那假设你跟我一样选了这个10个资料夹升，你下载完之后解压缩，然后呢我们就去把这个8的这个档案剪下来，贴到里面有一个叫做 overwrites 的资料夹。贴上之后，你把 overwrites 跟 resource 这2个档案一起复制，然后贴到你的 Mods 的资料夹，然后他会问你说呢，你要不要去取代原本资料夹中的 resource， 一定要按是，这样子就安装完成了。那 Overwrite 的资料夹非常的好用，包含你如果汉化不显示的问题，你也可以把那个汉化档放在 Overwrite 资料夹。那大家记得优先级文件夹有一个最大的重点是 Overwrite 跟 resource 这2个档案必须要同时存在，不然你的游戏很容易出问题。记得一定要把握这个原则。接下来一个模组也是跟速度有关，叫做更快的3倍速。它的使用方式很简单，你按一次3倍速，你会发现它的速度就是跟一般游戏情况下一样，人物在醒着的时候它的最快的速度就只能这样子。那你要去开启超高速模式，你再按一次3倍速，它就会非常的快，有没有？那如果你要关闭超高速的模式，你再按一次3倍速，它就可以去关闭了。按键盘1、2、3也可以去控制，你按一次3的时候，它会到原本的3倍速，那你再次按一次3，它就会进入超高速的模式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按回1，再按回3，它还是在超高速的模式。然后如果你想要去取消这个超高速模式，你再按一次3，它就可以去关闭超高速的模式，就回到原本的3倍速，很方便的模组，可以随时去切换。下一个模组呢，也是跟速度有关的，就是可以让人物跑得更快。譬如说呢，我们让这个人物来到楼下拿一张海报好了，在长距离的时候呢，有没有？有没有？他那个踏步会更大步，然后它跑起来的速度就会比原本的更快，但是它的动画又不会很奇怪，但是它又可以达成很有效率的跑步方式。然后你按这边跑到这里来，它就可以去取代你游戏中原本的跑步的速度。你抱着婴儿也 OK， 也是可以大步跑。然后如果你遛狗的话也不用担心，它不会让狗狗累死，它会正常的跑。然后如果你有安装这个我之前推荐想上厕所的时候用跑的 mode 的话，你就会发现人物可以跑更快，完全再也不用担心人物会尿裤子的问题了。这个模组真的赞。那下一个模组也是同样一个作者的 mode， 它叫做更好的反应。它这个模组主要就是让你的人物在走路的时候同时间做一些闲置动画，它就不会说停下来再做闲置动画，它会同时间去做，所以一来是更有效率，然后二来你会觉得他们的反应更加的真实。这个模组其实我用好久，然后有一阵子中间我有把它卸载，然后你知道吗，我大概卸载了不到1个礼拜吧，我觉得哇不行，我发现我好像真的很依赖它，我又再把它装回来，然后就再也没有卸载过了。所以这模组呢，我建议在使用前呢做好心理准备哈，你可能用了之后你会发现你非常的依赖它。接下来是一系列超美的实物 mode。 第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呢，小小的覆盖档案，它可以去取代原本我们按摆设桌子内容不是有一个华丽设置嘛，它可以去取代这个原本设置中的那个餐盘的样式。我觉得滚边是我最喜欢的，有没有？超漂亮的，很华丽，而且它中间还有这个叫做什么餐巾在中间，这样好像办婚礼哦，也太美了吧。那还有一个 mode 是可以去供应饮料，一样点击桌子这边，它有古怪的饮料、咖啡、啤酒、汽水、特殊，就不同的饮料你都可以去供应。来个混合的红酒
它就会依桌子，像我们这边有6个座位，它就会每一个座位都摆。然后我觉得它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是，假设譬如说你今天家庭人员没那么多，但是它都摆的话，你也不用去担心它的饮料会坏掉，就是你会发现它的饮料是没有任何的期限的。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吃晚餐啦，推荐给大家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 SNS 家的超级豪华的这个自助餐，去按端上食物，总共有3个款式，甜点、午餐或者是早餐。我直接先给大家看甜点，我第一次看到真的是吓到，有没有？甜点超美，它还有2-3层是怎么样？马卡龙、甜甜圈、马芬，这是什么？好像是那种慕斯吗？水果慕斯。哇，我真的肚子都饿了。还有可颂，看起来超级美味的。然后你可以去吃，看你要吃哪一种的组合，有没有？哇塞，感觉很好吃耶！它有那个蛋糕卷。然后你看到人物他现在一边吃饭的时候，他会一边的去喝他的酒，是因为呢，我还有装另外一个 mode， 他在吃东西的时候，假设桌子有饮料的话，他们会一起用餐的时候一边用餐一边喝饮料，然后就会觉得看起来更加的真实，然后你就会觉得他们也太享受了吧。我光是这个可颂呢，我自己就超喜欢，它旁边还有附水果，蓝莓、巧克力，不行，我真的饿了。然后它这个自助餐有非常多个款式，午餐也很棒，这个什么冷盘火腿，然后还有一些类似像帕尼尼嘛，我最想吃这个了上面还有鲑鱼好想吃哦，这是真的很想吃。还有一个是早餐，早餐也很赞，很像饭店的早餐，你不觉得吗？就总之呢，这个自助餐呢，你在家里就可以直接不用煮饭了，或者是你要开饭店的话，你有一些公共设施想要宴客的话，我觉得这个豪华自助餐真的很美。位置你可以在建构模式的这个餐厅这边有一个酒吧这边去找到，它有2个款式，一个是现在你看到的布有很多个颜色，然后另外一个是木头的，木头它就会配大理石。然后说到美食配饮料，我就想到还有一个 mode 也推荐给大家。我们一般帮小人泡茶的时候啊，酿一壶，然后它不是有非常多的选项，那这个模组它就可以跟你说，伯爵茶是增加自信的 buff， 然后健康绿茶是增加快乐的 buff， 就是它在公用的部分就直接写在茶的后面。我真的超级喜欢，我都不用查攻略，你就不会说盲猜了我自己超级喜欢，我找这一款找超久的，我终于找到我要的了。然后还有下面还有一款就是可以让食物不要腐败的模组，我有找到好几款，有一些是食物跟鱼、树叶都不要腐败，然后有一些是单纯只有食物不腐败，或鱼不腐败，或者是树叶不腐败，甚至是有插花不腐败，然后蜡烛永远烧不完，各个的模组都有，任君挑选，你们选择自己想要的就好。那安装下去呢，那些东西就永远不会坏掉。但我自己在食物不腐败的部分呢，我比较推荐另外一个是手动版的食物不腐败，譬如说我现在吃不完的这些早餐，它还是会坏掉，有没有？它倒数9个小时之后就会坏掉，但是呢你可以就是去按一个叫做保留文件的话，然后它就有一个这个绿色的这个特效，然后呢这些食物就变成一个装饰品，就是你人物是不能拿吃的，除非你重置进度。假设我有一些像这个好美的这个马卡龙，我觉得它特别漂亮，然后我舍不得它坏掉，然后我又觉得这个甜点可能只是一个很浪费的话，我就可以去保存文件，就当美美的摆饰，客人也不会去吃，然后我又可以就是在我想要吃它的时候我再重置进度，然后它就会一样从22个小时开始计算，我就可以再去吃了。那我自己目前是使用这个模组，因为我觉得比较没那么作弊，但是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现在这2个都算是摆饰了嘛，那基本上你是不能吃它，除非你重置进度把它冰到冰箱，让人物去拿取剩菜的时候他就不用去重置进度了，有没有？人物就会自己去拿，然后自己去吃了，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模组我觉得还蛮棒的一个小功能。那享受完美食呢，我想带大家来逛逛模拟市民里面的真实的银行。哇，我们就直接用第一人称呢去感受一下这间模拟银行厉害的地方。好了，我来到这个
人物的视角了。同样有这个睫毛，我们可以这样子走进来，前往此处，大门进来这边呢，哇，这就是一个银行柜台的地方。那我有额外装那个自动生成柜台人员的 mode， 所以你会看到呢，会有一些工作人员在那边准备要接待客人了。那再进去走进来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厕所，然后还有一个主管办公室。我觉得这个算是那种 VIP 业务要谈一些可能开户啊，或者是一些基金投资的一个接待处了。那接下来这边呢，就会看到哇，这里摆着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一次要介绍的这个主要的 mode， 它叫做 ATM 提款接待机器。所以呢，你就可以在自己的模拟世界中去建造类似这样子的银行，有没有？我觉得用起来就很真实，有没有？还有柜台，还有工作人员，然后还有一些客人在这里等待办理啊，什么等等的，这都是很情境啊。其实他们只是在玩游戏，假装很认真这样子。好，那这个 ATM 的这个机器，你就可以透过这一台机器去贷款。那你点击这个机器总共有4个选项，你可以去分别看你要贷多少的钱。那他每天也需要去支付你的利息，然后他还有一个还款的期限，他就会说感谢您使用贷款的服务，然后贷款协议会出现在您的随身清单里面，就会看到里面有这个2万5的贷款协议。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叫做购卡，我觉得它有点类似像去存钱。你点击购卡这边，它有小额从100块到2万5，甚至到15万的都有。那你只要购买这张卡的话呢，这张卡没有任何的功能，但它会从你的家庭资金去扣除。那等于说你拥有这张金卡就是一个现金卡的意思，直接在贩售它的2万5会再还给你。所以我觉得这个购卡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譬如说你要帮不同的家庭成员去存钱，或是你之后要分家了，很好用的一个小方法。那我知道有一些人会去使用 SMB 的一个银行模组，这也是非常有名的。但我自己在用下来之后呢，我会选择这款原因是因为假设你跟我一样就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单纯型的物件，我是觉得这个东西不会很复杂，然后是适合那种你喜欢小模组的人去使用。那下面一个模组也是跟这个分家有关的一个 mode， 它也是一个小物件，叫做分家打包箱。它可以在你的建构模式的置物柜里面有一个综合里面去找到这个箱子。假设我放2个在这个世界中，然后你点这个箱子有一个叫做启用收纳功能，你点家具，它会出现一个叫做收进木箱，有没有？它就会归在我们原本刚刚女生的这个箱子里面了。然后像这种你本来就可以用随手拖拉到你的随身清单的东西，这个就不行，就直接拖拉就可以。有一些家具，比较少部分家具不行，像书柜，然后甚至是地毯也不行收，就这几个，就是它可以收的家具基本上都可以，只是少部分不行而已。禁用收纳功能，然后这个是女生的箱子，我们就把它放在她自己的口袋，然后到时候她要搬家的话，你再把箱子打开来就可以。换成男生的话，就是启用收纳功能就打开来，然后他就可以再去收他自己的电脑啊、灯啊，然后一些装饰品等等的，就是他的这个箱子是可以个别的去收纳。那假设说你已经搬家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要把它拿出来的话呢，你就直接放在世界中，把它物品一个一个放出来，然后它就会出现在这个箱子的旁边了，有没有？我觉得这东西很好玩，就是很有那种搬家的感觉，然后到时候你再去建构模式一个一个再摆回去就可以了。接下来是一个更真实的图书馆借书模组，你安装之后呢，你可以去点击你图书馆不是本来就有这些图书管理员，你会看到一个叫做申请图书证、借书证，然后就可以跟他申请一个借书证了。这个借书证呢，你只要申请1次就可以了，永久使用。然后他就说当然你可以借书，点击图书馆的书柜就可以开始借书了。那它是一个活动的事件，在这个期限内呢，你就点击任何书柜，它就有一个借书的选项。那这个借书的话呢，它可以借的书本比原本图书馆里面的书更多，所以你想要的任何的功能性的书啊，自己在自己的书柜里面可以买到这些书，全部都可以在图书馆里面免费借。它这个可以免费借书。这本书的话呢，基本上你在3天内需要去归还。那如果你没有在3天内归还呢，你也可以用电话的选单里面呢去再次延期。
那如果你不小心弄丢的话，你就记得再买一本还给图书馆就好了。那在现场阅读的部分呢，这些书籍如果你觉得原本 EA 的书其实没有很多的话，你想要让图书馆有更多的书，我推荐你可以安装下一个模组，是图书馆有更多种类的书。你安装之后呢，你会发现你在你的这个建构模式会出现一个跟原本游戏 EA 一模一样的书柜，可是它更贵，10万块。它就是故意让你不要在自己的家中买，然后这个就是让你在公共场所买的。那这个书柜呢，它就是里面的书更多了，你就可以去放一座在你的图书馆里面，那只要放一座就可以了。放完之后你就会看到这个阅读选单里面呢，现场可以去读的书的种类就更多了。也在建议大家呢，可以安装这一个更好的图书目录，这个模组的话呢，就可以去增加这一个种类的部分，让你在找书的话会更容易了。接下来有几款生活类型更方便更实用的生活小模组。第一个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洗衣服，相信大家真的是买了快乐洗衣日之后呢，都累到忙到不想要放洗衣篮，因为有时候真的太累了。这个洗衣服务有一个非常好处的地方，就是它可以点击你的这个任何的洗衣篮，有一个叫做洗衣服务，有分3种的清洗方式。那这个柔护的话呢是最高级，它最贵，但是它会帮你的衣服呢烘干之后还会再加一些香粉，就人物穿起来心情会更好啦。那你把它点一下之后呢，它人物就会去那边去把衣服直接送到洗衣店，它就会说您好丫丫，感谢选择 Sam 洗衣服务，洗干净的衣物呢会在3个小时之后呢还给你。真的超真实的就是你要再等一下下，有没有？所以有了这个模组之后呢，你就太忙，有时候真的太忙没有时间洗衣服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洗衣服务的模组稍微偷懒一下了。然后3个小时之后他就会跟你说，亲爱的丫丫您好，您的衣物已经清洗干净了，并已经送还到您的随身清单中了。然后你就可以在自己的这个口袋里面找到这些洗好的衣服了，有没有？又崭新又清香，真的是超棒的，很方便。那你就直接把衣服收好就可以了。那这个模组呢，未来作者也有说他会再做很多的进一步的更新，可以去他的 Patreon 看，那有更多小小的功能，非常方便的功能，有一些很扩充的一些洗衣服的功能呢，我们再慢慢拭目以待。那下一个也是适合想要偷懒的玩家，譬如我，这个叫做下雨天电器不坏的一个 mode。 这个模组就是你装上之后呢，在这种倾盆大雨，你放在户外的这些所有的电器，不管是你的冰箱、你的什么音响啊、电视、电脑，哇，全部都不坏，真的是超方便的。那它这个模组有2个版本，一个是电器不坏，另外一个是电器不坏再加上机器人也不会坏，就是如果你有大学资料片的那个伺服器机器人的话，就看你要安装哪一个。然后下一个也是我觉得生活中非常方便的模组，叫做立即去除装饰物。就譬如说有一些公共地段你过去，然后它不是已经节日过了，可是它装饰物还是卡在那，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很让这个建筑物破坏它的美观，我真的很讨厌。尤其在拍照的时候，我就会人物到达这个现场，直接 Shift 点击地板，叫做取下装饰，然后它就会把这个所有的节日装饰都1秒取消了，超级方便，就不怕公共地段会卡那个装饰卡很久。那再下来一个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 mode， 叫做立即雇用摊贩。这个是栗子山吧，对不对？就骏马牧场那个地图的这个中央广场，就是没什么用的中央广场。然后假设你跟我一样用 Tour 工具呢，摆了一些摊贩，制造这种美食街效果的话，很简单，你就直接按一下这个摊位，它有一个叫做聘请摊贩，你人物不用打电话，然后也不用花钱，就是你只要点一下，然后那个有没有就非常跑非常快来开店了。EA 有一个 bug， 就是栗子山本来就有这个摊位，有没有？它永远都不会有店员，然后它其实是有 mode 可以去抵这个 bug， 可是我觉得用这个模组也可以修，你就直接按聘请摊贩，你需要买东西的时候就是叫那个店员来雇就可以了，有没有？然后它的生成点会是在这个地段，哇，超远的还好我有装那个跑步很快的模组。谁啊，好辛苦哦，跑那么远来雇店。我看一下这个是谁？这是龙一吗？
容易跑超快的，有没有？哦，来顾店了，然后就会有店员来。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实用的小模组，也是就譬如说你跟你的朋友来这个美食街开始要吃饭了，你就可以跟你朋友一起来点餐。安装这个模组之后，你就点店员，记得是点店员，不要点摊位。有一个叫做和谁谁谁一起点餐，就是和这个伯爵一起点餐，就你自己的朋友，你们两个就会一起来点餐。我觉得这用起来就非常的生活化。就有时候你来美食街，你不希望只有你自己吃，你也希望你带的 NPC 一起吃的话，这个看起来就很有感觉，有没有？就是逼伯爵硬要吃这样子。那他也可以去指定任何的 NPC， 不管你认不认识啊，都可以叫他们去跟你一起去点餐。我觉得奇怪，为什么我觉得伯爵好像看起来很不愿意？对对对，就逼伯爵吃，而且他还不用筷子，好好笑哦。还有一个我也很喜欢的一个 mode， 就譬如说我们今天想要拜访伯爵家，但你不见得知道他住哪，你就可以点这个社交，这边有一个我可以过去找你吗？好，我们要去伯爵家，硬要一直骚扰他，有没有？那他就会去打电话给你的朋友，就这个一定要是朋友啦，不能是仇人，然后也不能不认识，就一定要是朋友。他就说好，你可以过来，然后我们就直接出发。哦，原来你住在这个是什么？哦，这个是怦然心动的那个爱慕之城嘛。他跟他的老婆现在住在这个华丽的这个度假屋里面了。对，那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去他家玩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模组，我觉得也是很适合懒人，譬如我可以呼喊更远的一个 mode。就有时候譬如说我现在人物他在这里，然后他要去呼喊很远很远的地方，酒吧里的伯爵，我又要叫他来了，叫他飞过来，真的超远的。那一般EA它是有限制你呼喊的距离，那你装上这个 mode 之后呢，基本上就无限制了，你人物都可以不要动，然后叫那些 NPC 跑步过来找你。对对对，这真的很适合懒人我。那下一个是最近的一个新的 mode， 我觉得非常的，我真的找很久，然后我觉得用起来效果最好的一个模组，它叫做坐着看表演。就一般我们的人物有没有，我们的伯爵开始要讲笑话了，那基本上我们之前没有在安装模组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那个人物在讲笑话的时候，明明你旁边就有放非常多张椅子，可是那些 NPC 呢，他们就是一定要站着看你表演，就是我都摆这么多桌椅了，他们连坐都不坐，就很没有那一种你现场在表演的那种感觉。那有了这个模组的话呢，基本上你看我们的伯爵，他的台下的观众有超多，有没有？大家都乖乖坐好，听他看表演，超感动的。这是我用过了几款类似的模组，我觉得最有效果的一个 mode， 推荐给你们。你看我们的伯爵，他超开心。再来一个模组，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 mode， 是趴着睡觉。基本上就是你点击桌子，它有一个就是趴着睡觉的选项，非常的简单。然后我觉得它的动画也是做得很好，有那种人物真的很真实在睡觉的那种感觉，有没有？这个作者真的很厉害，他所有的模组的那个动画都做得很真实很好。它有分2个版本，一个是一般的补眠的速度，另外一个是快速补眠，那你就选择一个版本安装就好了。下面这个模组呢，也是一个我觉得很功能性很实用的小模组，叫做在此等待。这个模组就是你有时候想要控制你的家庭成员或 NPC 稍微等一下，就不要一直乱走动或不要一直去做其他事情的话呢，你点击地板这边有一个请等一下，你自己的模拟市民也可以，他等待的时间就是一个圈圈的一个速度，所以他在这一段时间内都不会乱动，伯爵想为什么又找我？你看他脸超臭，他们都不会乱动，然后就可以乖乖的等待你做下一个指令，这样子你也可以随时去取消他们的等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实用的 mode。 那介绍完这一系列的生活实用小模组之后呢，当然甜蜜蜜的互动模组也是不能少的。下面这一款叫做一起在笔电上观看的一个 mode， 它就是你的人物的口袋里面一定要先存着一台笔电，然后呢你去点击沙发，你会看到一个选项叫做一起使用笔电。那它有分好几个使用方式，有爱心的这个是一个比较甜蜜的互动，那你的人物呢就会去坐在你刚刚的那个指定的沙发，他就会去拿出了这一台笔电，他这台笔电就是真的是你口袋的那一台，是同款的，这个细节我觉得做得很好。然后人物呢就会有一系列非常有没有甜蜜啊，在聊天一起在看电影的这种，有没有
然后他们看一看就直接给啦太甜了哦。等一下我看一下你们是看什么影片看成这样这么火热是怎样？这个这不是那个鸭子那个什么 YouTube 的那个大的那个动画，这个有需要看的这么火热吗？不就是一只鸭子，好好笑哦啊！总之呢，你用这个模组，你就会觉得哇，真的超甜。可是它的互动不只有这个比较甜蜜型的，它还有一些比较，我觉得比较像朋友可以一起互动，你可以跟对方一起练习程式设计，有没有？然后他就会，我觉得他很好的地方是，有没有这个男生就会这样子。天哪，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像那个什么学长教学妹如何就是操作电脑，有没有？就是假装在教他用电脑，然后实际是想要靠近学妹的那种概念。然后如果他们学程式设计的话，他们两个技能都会一起提升，就真的是有认真在学程式设计的。然后或者是如果你是一起写作的话呢，人物的那个写作技能会一起提升，就是他们真的是有在增加技能，然后又有一个很棒的动画可以看。那最后这个模组呢，也是同一个作者，叫做谢寄生之吻。那这个谢寄生呢，它就不是那个你游戏本来的那个谢寄生之吻，它就更加的甜蜜真实。我们让这个伯爵来帮我们示范一下，你可以在购物这边看到一个购买谢寄生，不同的款式的谢寄生，它增加的情绪 buff 都不同。那我们都先各买一个看看好了。好了，我们的伯爵要来谈恋爱了，好不好？然后他口袋里面买完之后就会出现谢寄生，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点你的女伴，热情的谢寄生之吻。我看一下有多热情哦，一把给他抱住，hold到他的那个大肚子前面，他的手都陷进去。哦，等一下你这个嘴巴你的嘴巴是鲶鱼吗？我快笑死，而且他眼睛还半闭耶。哦天哪，这画面真的很不舒服。不行，等一下我换一个 model， 真的太可怕了。最后呢，终于来到我们的小彩蛋时间。那今天的这一颗彩蛋呢，我想要送给跟我一样是在使用 Steam 的玩家一个我觉得很可爱很实用的小功能。就如果你跟我一样也看腻了这个模拟市民的封面图，都2025年怎么还在骏马牧场的话呢，其实我们这个封面图是可以自己改的，而且是不限制只有模拟市民，就是你 Steam 其他游戏都可以。你可以点右键，这边有一个设定自定背景，你就可以去换上你很喜欢的图了，有没有？我们有时候不是会帮人物拍一些什么沙龙照啊，你可能喜欢的角色你在玩的挑战啊，就可以直接把它设定成自己的桌布了，还可以连 logo 都自定。你也可以去下载模拟市民的其他版本的 logo， 有没有？像这种粉紫色版本的 logo， 我觉得是非常搭配起来非常的适合。而且你也不一定放模拟市民的 logo 啊，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个人品牌 logo 也可以，你可以随意的去搭配啊，甚至位置也可以去做调整。那从此以后呢，你就可以常常去更换这些游戏封面的桌布啊，每每看他们打开游戏，相信心情都会跟着好起来的。好啦，那今天的介绍就差不多到这边了。不晓得我刚刚介绍那30款模组，有没有哪些是你觉得你自己用了哇，真的觉得很好用，想要跟大家分享，或者是说呢，哪个是你最喜欢的，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那如果这30个里面呢，我硬要挑3个我最喜欢的前3名，我应该会选4号、6号跟8号。不晓得你的答案是不是有跟我一样的？那也特别感谢这一次喵屋的友情大力相挺，今天有真的好多款的模组呢，都是他帮我们做汉化的，真的超级谢谢他。那也希望这些模组大家都会很喜欢啊。本集是模拟市民必备使用模组的第3弹，如果还没有看过前2集的朋友，可以点击影片右上方的资讯卡继续观看。那也再次感谢看到影片最后的你，如果你觉得我今天影片还不错的话呢，记得帮我按赞并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订阅的朋友记得开启全部通知，才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哦。那我们就下次赶快见喽，拜拜。